女人着急回家打麻将，竟闯红灯横穿马路，下秒被疾驰的豪车直接撞飞。更震惊的是，肇事车主撞人后不仅没有报警，反而后退几米，对着女人多次碾压，直到尸体断成几截才逃离了现场。正当案件一筹莫展时，刑警只是看了一眼司机的呕吐物，竟瞬间找到了破案关键。而事情还要从不久前说起。警方接到报案后，赶到现场勘查，现场除了女孩的尸体外，只留下了一些车灯碎片。女孩看起来非常年轻，尸体被压成了2段。正当博士为女孩感到惋惜时，交警在案发地5公里处发现了肇事车辆。博士等人赶到时，才发现车主坐在驾驶室一动不动。打开车门，一股浓重的酒味扑鼻而来。博士检查车主的瞳孔后，松了一大口气，车主还活着，但他对手电筒的光照没有反应，明显是深度醉酒。如果是酒后驾车撞人的话，应该属于交通事故。但众人回到局里看了当时的监控，才发现并非如此。监控显示，司机撞到受害人后，受害人并没死，司机却没有下车，也没有开走，而是倒回去对受害人反复碾压，把尸体压成2段后才开车逃离现场。这明显不是简单的醉酒致人死亡，而是故意谋杀。医院内，王刚已经清醒，没想到面对警方的问询，王刚表现得一脸懵。对于昨天晚上的事，他一点都不记得了，甚至连昨晚和谁一起喝的酒都记不起来了。当他得知自己昨晚喝酒后开车撞死了一个人后，瞬间吓得六神无主。见他始终不肯承认撞死人的事，警方只能将他暂时羁押。回到局里，众人对王刚的表现很是疑惑。就算喝一点酒忘记些事情，但也不至于和谁一起喝都忘了。他如果是装的，那装的还挺像。血液检测报告显示，他每毫升的血液酒精含量只有每毫升17毫克，连酒驾的标准都不够，更别说醉驾了。但车内确实有非常浓重的酒精味，像是在酒里泡了澡一样。昨天的王刚也处于醉酒昏迷的状态，他的状态和血液检测根本不一致。博士意识到这个案子有很大问题，于是安排丹妮对王刚再次进行血液检测，主要检查他的肝功能。因为长期饮酒的人一般都会有很严重的肝病，对酒精的耐受力下降，少量饮酒也会产生肝昏迷。王刚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，但检测报告显示王刚的肝功能一切正常，博士的猜测被否定了。此时秦朗想到了一种可能，王刚或许在喝酒的时候服用了药物，这种药物和酒精产生了药物反应，所以才导致了他的昏迷。想到这里，警方立刻对王刚进行了催吐，对他的胃内容物进行了化验。检测结果令人大吃一惊，王刚的胃里有大量的迷幻药，因为迷幻药都是无色无味的，服用后会陷入严重的昏迷。对案发前后的事情一无所知，经常被不法分子用来诱骗女性。但王刚是男人，谁会给他下药呢？给他下药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针对这一情况，警方有2种推测。第一种，王刚撞人后服用这种药物，企图畏罪自杀，或者企图逃脱罪责。第二种就是有人故意给他下药，想让他出车祸，没想到他撞死了人。为了找到更多线索，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尸检。根据女孩身上的碾压伤来看，王刚是一定要置她于死地的，或许2人认识且有着很深的关联。审讯室里，王刚看到监控时，瞬间被吓得六神无主，他不相信自己竟然这么残忍。王刚直接给嘉伟跪了下来，他还是坚称自己真的想不起来昨天发生的事情了。与此同时，见证中心接到电话，有人认出了被害人，他是一家歌厅的服务员小兰。不过王刚却表示不认识小兰，他作为房地产开发商，经常去歌厅陪客户消遣，那里面有很多姑娘，他怎么会都认识呢？调查显示，案发当天下午4点多，有一个叫谢明的人给王刚打过一个电话，此人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。据谢明讲，他和王刚既是朋友，又是生意场上的伙伴。王刚是做房地产开发的，而他是做建筑的，他长期给王刚做工程。王刚最近新建了一个居民小区，他垫资建了4栋楼。那天他给王刚打电话，想让王刚把工程款结了。王刚是个爽快人，一口答应了。谈完正事，他们各自开车到了歌厅，叫了不少姑娘来陪酒。半夜的时候，他让司机去把油给加满。后来王刚有点犯困，他俩抢着结了账，因为他的司机还没有回来。王刚酒量又好，就主动提出送他回家。他怎么都想不到王刚会出事。之后2人又来加油站核实情况，发现谢明半夜加油的确是他多年的习惯。随后他们又来到歌厅，案发那天晚上，就是小王和小张在门口值班。小张说王刚和谢明是这里的老顾客，那天晚上他们是乘坐王刚的车离开的。王刚好像喝多了一样，走路摇摇晃晃的，车辆起步的时候还摇晃了几下。现在所有的人证和物证都指向王刚，是他亲自开车杀了人。真相会是这样的吗？何博士有个疑问，那天晚上王刚真的把谢明送回了家吗？根据刑警的调查走访，谢明长期在外面寻花问女，和妻子也离了婚，孩子跟着妻子，他一个人独居。那他回家做什么呢？何博士决定重建现场，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还原当晚的情况，排除或者认定王刚是被陷害的可能。何博士提出，如果王刚是被陷害的，那他一定是在歌厅内被别人下了药，药效发作的时候才离开的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到，这辆车在路口遇到红灯停了下来，看见被害人之后，马上加速闯红灯撞飞了被害人。整个作案过程可以
看得出司机的技术非常娴熟，应该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进行的。何博士推测案件有2种可能：王刚在离开歌厅的时候，出于某种目的假装被药迷倒，作案之后再服下药物，但这一切只是警方的猜测，并没有证据。同时，何博士提出了案件的另外一种可能：谢宁半路下车，由他的同伙完成了剩余的作案过程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车里应该就会留下痕迹。于是何博士和秦朗再次检查车辆，但是方向盘上除了王刚的指纹，并没有发现其他人的指纹。何博士推断有可能被人故意擦掉了。指纹可以擦掉，但是他擦不掉他的皮质细胞。如果有人想要陷害王刚，不管嫌疑人多么老练，他开车行凶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紧张，毕竟做贼心虚，而人在高度紧张的时候，肾上腺素会迅速遍布全身，人体就会排汗，那么犯罪嫌疑人的汗液就会留下方向盘的皮套上。江雪飞经过对方向盘套的生物提取，发现了大量的人体皮质细胞，很快结果就出来了。经 DNA 鉴定，留在方向盘皮套上的是谢宁的皮质细胞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在出事当晚，谢宁肯定开过车，不过目前只是成功了一半。光凭这一条证据，撬不开谢宁的嘴。他们要找足所有的证据，让谢宁无路可逃。而现在所有的线索都在奔驰车上，于是何博士决定驾驶一下这辆车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线索。何博士应该是第一次开奔驰车，发现奔驰车的空间非常大，而现在需要弄清楚，王刚离开娱乐城的时候，应该是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，那么谢宁是如何作案的？于是两人调换驾驶位置，让秦朗装作王刚来开车，而他变成谢宁，从而找到其中的蹊跷。在秦朗驾车的行驶中，只见何博士用手控制了方向盘，然后让秦朗把手松开，随后又把左脚伸到了驾驶室，踩着油门。据谢宁所说，他们开的是同款的奔驰车，那么他对车辆的性能就会非常了解。而奔驰车空间很大，在了解车辆性能的前提下，完全可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一手控制方向盘，另外一脚踩在油门上把车开走。王刚刚上车的时候，应该还有一点点意识，那么他会习惯性把脚放在油门上。后来就像我们推测的那样，他渐渐失去了意识。当谢宁设法控制车辆的时候，他势必会把自己的左脚踩在王刚放在油门上的那只脚，那么谢宁就会踩到王刚的裤脚。如果说真的是这样，王刚的裤腿上应该还有谢宁脚底上的东西。秦朗这边负责采取王刚裤脚的灰尘，而何博士则是来到谢宁的家中调查。他发现谢宁每双鞋的鞋底都有白灰。谢宁说他每天都去工地，在工地粘上去的。之后何博士拿走了谢宁家的地毯和车上的脚垫，经过技术鉴定，发现灰尘的主要成分是水泥，在谢宁的鞋底、家里的地毯和车上的脚垫上都有发现，而王刚家里和办公室都没有这种成分的水泥。掌握这些证据后，警方抓捕了谢宁。那么谢宁到底为什么非要陷害王刚呢？据谢宁交代，他和王刚的确是朋友，也是生意伙伴，但他心里却非常恨王刚。半年前他在歌厅认识了小兰，他连娶小兰的心都有，可他带小兰认识王刚之后，二人就好上了。俗话说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不共戴天。他还要靠王刚挣钱，没有马上翻脸，他还要每天陪吃陪喝，在王刚面前自己活得像狗一样。最近王刚新建的居民小区，他店自建了4栋楼，由于水泥质量的原因，迟迟拿不到合格证。为了这件事，他苦苦哀求王刚帮忙找关系，果然很快就拿到了合格证。此后王刚就压他的工程款，最后他不仅没有挣到钱，还赔了很多钱。于是他就想到了栽赃陷害王刚。他趁王刚不注意，把事先准备好的药放进了王刚的酒杯。王刚喝下酒后，他就让司机去加油，然后买单走人，把王刚扶进了他的驾驶室。王刚一进驾驶室就昏迷了，之后他坐在副驾驶室，像何博士那样开走了王刚的车。这样开肯定不方便，开出去没多远，他就把王刚扶进了副驾驶室。接下来他开着王刚的车，到处找有监控探头的路口，然后让王刚的车去撞人，让摄像头把这一切都给拍下来。他来到一个路口等绿灯的时候，恰恰看到了小兰在过马路，他马上加速冲了过去。之后他对小兰进行反复碾压，最后他把车开到一个显眼的地方，又把王刚扶进了驾驶室，清理了方向盘上的指纹，又在王刚身上撒了一些白酒。